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六。截止到早上7点，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高达276万8300多人，死亡是19万4000人。这里面呢不包括中国大陆的数字，因为中共通报的数字水分太大，不值得相信。我们呢在以前的节目中反复说过，这个病毒是有眼睛的，它是针对共产党来的。那对这个问题呢，有几位网友给我们留言，希望我们说清楚。也有网友专程给我们发 email， 询问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说这个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概括的说一说这个病毒为什么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以后呢，我们还会针对具体的国家、地区、城市，包括组织机构或者是个人的情况，详细的说，来看看这个病毒是不是针对共产党来的。看看这个病毒是不是真的长着眼睛。节目的开始呢，先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金正恩的消息。这是眼下许多媒体都在关注的事儿。今天路透社引述知情人的说法，说中国已经派出了一个包括医疗专家在内的工作小组去往朝鲜。消息没有说这个小组是不是与金正恩的这个健康状况有关，但是外界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其实呢，这个消息我们在周三，就是22号的时候，已经收到了网友的爆料。不过呢，因为没有办法查证，所以就没有拿出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证实了网友的爆料是真实的。另外，还有网友在今天爆料，朝鲜金氏家族所有重要成员目前正在赶回朝鲜。网友同样没有说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说赶回朝鲜，这已经说明这个事件可能是比较紧急。是什么事这么紧急呢？还有网友爆料说，和朝鲜搭界的吉林延边现在是极其混乱，有数不清的难民和脱北者聚集在各个关口和边境。网友说朝鲜可能要出问题，难民潮已经形成了，甚至有部分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境内，目前中方军队也出动了。昨天呢，香港卫视综合台副台长秦峰在微博上贴出了2颗蜡烛。他在文字中表示，有些人愿意等着官宣，真情自辩，我只说事实。他说，当年金日成去世晚了34个小时，金正日去世晚了51个小时，看看这次晚多少小时官宣。另外他还说，对了，李文亮医生那晚对着尸体抢救很久。他说，我从来不发假消息。另他在不在的中朝友谊也万古长青啊，消息来源渠道不一样，分析水平也不一样，同行就别较劲了，跟我。秦峰的这条微博是在说谁？相信大家有共识，肯定是指的是金正恩。那微博的内容也不难理解，秦峰在暗示金正恩已经去世了，这2颗蜡烛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且他还列举了金日成和金正日去世之后对外宣布的时间都延后了很长时间，这也在暗示金正恩可能去世了，不过就是当局在延后通报。他的这条微博呢，随后不久就被删除了。秦峰说不是自己删的，他说，各位亲，我真不自己删微博，可能你们评论太嗨了，上面顾全大局等等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啊，这个秦峰他有着不一般的背景，他出生在外交世家，你像他的爷爷秦力珍，他的姥爷杨其良，这都是外交家。原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这是他的姑父。就是说呢，这个秦峰的消息，它的来源很可能比一般人更广一些。不过以上这些消息都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只是在民间流传。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这个病毒是不是长着眼睛。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网站的数据，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美国已经确诊了92万8697人，被病毒夺走生命的是52829人。看这种发展势头，美国的确诊人数突破100万应该不会太久。早前呢，有网友留言，看文字的语气似乎是不认同我们的观点，像是在质问，说你说病毒是冲着中共来的，川普政府很反共，那应该美国的疫情比较轻才对，为什么美国的疫情反倒更重呢？的确，这位网友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川普政府的确对中共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处处是在反制中共，甚至还联合盟国在国际上对中共进行围堵。那为什么美国的疫情还这么重呢？我们打一个比方，有人杀了人，当时的没有人发现，于是就隐匿了下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警方发现了线索，查到了这个人以前曾经行凶。那么大家想一想，警察会视而不见，让他逍遥法外吗？显然是不能的。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发帖，真的是很有见地。其中有网友说，中共是被美国给养肥的，现在美国需要承受这个代价，为他养虎遗患付出代价。现在的美国的政界啊、智库啊，也都有同样的认识，都认为美国的确是养肥了中共。当然，美国朝野的这种认识，很可能是在川普说出美国重建了中国之后，才形成了这个大面积的共识。美国朝野重新认识外交政策，这也是最近这2年的事儿。那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那么多美国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巨头，还有大财团的支持，中共不可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政权，很快就发展成可以跟美国叫板的邪恶轴心。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给中共提供了太多的支持，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外交、金融、教育以及科技等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处理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投下了一个关键一票，这就等于是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恶因。在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多年当中，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西方的巨额财富被挪移到了中国，使中国摇身一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加工厂，进而使中共迅速就成长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那这一切都是美国往届政府所为。我们不知道美国往届领导人和中共之间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但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就是施以小恩小惠，用金钱利益收买少部分人，然后达到他的目的。美国往届政府做的这些事儿呢，就是中共一天天在壮大资本经济，使他的这个经济充足之后，可以更加流氓邪恶的为所欲为。大家想想，美国往届政府做的这是什么事儿？简单说就是助纣为虐。所以说呢，美国现在被瘟疫折磨，很可能就是在承受往届美国政府助纣为虐的这个恶果。换句话说，很可能就是往届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了这样的灾难。如果不是川普政府很反共的话，说不定现在美国的这个灾难会更重。我们来重点说一下纽约。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纽约州的这个确诊人数呢，接近全美国的1/3，是279241人，死亡人数甚至接近了一半，21430人。从数据就可以看出，纽约成了中共病毒的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几乎是成了美国的武汉。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说过了，作为世界第1大都市，纽约市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仅是全球的经济、金融，还有这个商业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的政治、教育、娱乐，还有媒体中心。而且呢，它还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正因为它有这个特殊性，所以中共对纽约的渗透也是最严重。这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用不好，反过来可能会伤到自己。纽约就是这样。因为它在国际上这个重要地位，反而遭到中共渗透最厉害。中共在纽约的渗透涵盖了方方面面，从经济、金融、媒体、商业，还有文化教育，包括华人社区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共的触手。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啊，它入侵到人体之后，它会慢慢的扩散到全身。那中共对纽约的渗透，同样是多渠道全覆盖，进入到了纽约市的每一个阶层。进入到纽约的条条血脉之后，中共就开始向国内输送商业、技术等等方方面面的利益。那向中共输送经济利益，最主要的就是代表着美国金融资本的华尔街。华尔街和中共之间的这个往来，其实就是在给中共输血，为中共续命。中共在有了巨大的经济资本之后，反过来向海外又输出它的红色意识形态，还有人权迫害。就在一步步鲸吞蚕食之后，中共又企图攫取世界的领导权，跟美国是分庭抗礼。我们知道纽约这里有很多的国际组织，
也是中共渗透的目标。那刚才提到的联合国，早就已经被中共严重渗透了，成了中共操控的傀儡。美国也正是因为看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共操弄，所以一怒之下退了出来。当然了，联合国也为此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4月13号，联合国自己公布，截止到4月12号，联合国在全球的职员当中有189人确认染病，其中有3个人死亡。再有，你像某某某某组织，在某书记的操控之下，替中共隐匿疫情，欺骗世界，结果导致西方国家在不设防的情况下，病毒长驱直入。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某某某组织说的是谁了，只是因为 YouTube 已经说了，涉及到这个组织呢，节目就会被拿掉，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只好说某某某某，不再敢直接说这个组织的名字，希望大家理解。美国的情况呢，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亲共就可能被这个病毒找上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没有人怀疑伊朗是中共的小兄弟，也是中共的亲密战友。今天伊朗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是1134，不再像前几天那样通报零新增确诊病例。那这个巨大的数字落差背后，是不是伊朗的疫情就加重了呢？我们从伊朗通报的这个疫情数据来看，好像是没有一些欧美国家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伊朗它也跟中共是一样的，都是专制政权，对疫情呢，它会隐瞒和维稳。所以对伊朗通报的数字，外界普遍认为已经被和谐了很多了。其实就通报的这个数字来说，这个染病人数也是不小的。大家知道，伊朗总人口只有8180万，而现在确诊人数却是89328人，死亡是5650人。就以目前的这个比率来说，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相当于染病率是1/1091，每1000个人当中至少就有1个人染病。而它的死亡率是多少呢？6.3%，就是说每100个染病患者当中就至少有6个人去世。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伊朗的这个染病人群当中，高官被病毒感染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其中还有很多人死亡。这里面包括伊朗的第1副总统，还有卫生部副部长等等，这些政要都是纷纷中招。可能有人会问了，伊朗不是被国际制裁了吗？几乎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国，怎么也会被病毒找上门呢？没错，因为伊朗支持恐怖袭击，并且他自己发展核武器，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他的这个封闭程度呢，甚至可以和朝鲜相比。过一会儿我们也会说说朝鲜的染疫情况，这里先按下不表。伊朗遭受病毒重创，就是因为中共才惹意上门的。因为伊朗遭到制裁之后，中共一直在暗中是购买伊朗的石油。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共在伊朗投下了巨资，成了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在中共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当中，伊朗成了重要的一环。伊朗呢，为中共输出红色共产主义、霸权主义充当了一个战略枢纽，向欧洲、亚洲、非洲进行渗透。所以大家想一想，伊朗的这种疫情严重，它能是偶然的吗？刚才说到朝鲜，可能有人会问了，最亲共的国家莫过于就是朝鲜了，为什么朝鲜是零感染呢？如果单从通报的数字来看，朝鲜的确好像没有病例，但是您真的相信朝鲜没有染病的吗？我们列举几个事例，大家自己判断。4月20号，咸镜北道有一名偷渡到中国境内的朝鲜民众被中共士兵追捕，在追捕过程当中呢，中共的士兵开了枪，击中了这名朝鲜人。据韩国媒体《每日朝鲜》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因为伤势严重，这个被击中的朝鲜人被送到了吉林龙井市医院抢救，结果让人大感意外，这名朝鲜人竟然被检测出了阳性。本月中呢，多北的官员金明向美国智库朝鲜人权委员会透露，朝鲜民众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很差，加上朝鲜的医疗体系十分脆弱，他说朝鲜可能有超过300万人受到病毒感染死亡。我们知道朝鲜总人口是2550万，300万人感染死亡，这是多大的比例？
每日朝鲜呢是脱北者在韩国经营的一家媒体。3月中旬，他们还报道了这么一个消息：有朝鲜军方的消息说，当时至少有180名士兵因为感染中共病毒死亡，还有3700名士兵被隔离。本月初，《纽约时报》引述朝鲜官媒《劳动新闻》的消息，朝鲜自称全国隔离了1万人，但是究竟这个数字有多少，外界是很难得知的。朝鲜怎么隔离的呢？韩国的《朝鲜日报》援引消息讲了一件事儿：咸镜北道首府就是清津市，有一个3代5口家庭，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子。3月初，这个5口之家都出现了中共病毒肺炎的症状，于是就被锁在了家中。消息人士透露，朝鲜要求只要出现疑似症状的人都要居家隔离，然后用钉子把大门给钉死，禁止他们外出。结果这个5口之家都没有接受治疗，全部死了。还有《东亚日报》2月份曾经报道，朝鲜一名贸易官员到过中国之后回国没有遵守隔离的命令，立刻被枪决了。那这些事例还不能证明朝鲜的疫情严重吗？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朝鲜封闭的太严了，外界很难得知全貌。我们排除隐瞒疫情的中共、伊朗和朝鲜，西班牙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一个重灾国。在欧洲诸国当中啊，西班牙现在是位列第1。尽管今天通报的新增病例是0，但是它的确诊总数仍然高达219764人，死亡是22524人。需要说明的是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3位至亲，还有内阁副首相都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如果大家看看西班牙政府的这个亲共路线啊，那就会明白了，为什么疫情给斗牛士带来不幸。在中共制造6·4惨案之后，西班牙是第一个向中共示好的欧盟国家，特别是现任的首相桑切斯，2018年上台之后，他选择了进一步向中共靠拢。马德里不但与中共再次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官方对中共的一带一路也表示欣赏。当中共因为隐瞒疫情被世界各国都在批评谴责之际，桑切斯怎么做的呢？多次表示支持中共。我们再说欧洲第2严重的意大利，确诊总数是192994，死亡是25969人。意大利遭受病毒重创的这个根源，同样是源于它与中共的这个亲密关系。大家知道，意大利是 G7 成员国之一。那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7个国家之一，意大利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在2019年3月也跟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意大利也引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成了整个欧洲第一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此外呢，意大利还与中共结成了74对友好城市，其中就包括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伦巴第大区，以及米兰、威尼斯还有贝加莫等这些城市。我们接下来再说最严重的3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欧洲大国陷入中共病毒的泥沼，同样是因为跟中共的关系。例证之一就是中共想借用对外输出华为 5G， 以此来渗透全球。但是这些国家呢，都无视川普政府的警告，向华为开绿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还一度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在死亡边缘转了一圈。我们从欧洲诸国的这些疫情情况来看，基本上就在反映着一个直观的问题，反映着与中共的亲疏关系。亲中共的国家疫情都很严重，而远离中共甚至抵制中共的国家疫情都比较轻。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国的近邻身上也有着很清晰的表现。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感染人数都超过了1万，其中日本确诊总数是13541例，死亡总数是358；韩国总确诊人数是10718，死亡240人。不过，比日韩2国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中国大陆，往来更加密切的像香港和台湾，它的感染人数却少了很多。台湾总确诊感染人数是429例，死亡6人；香港是1038例，死亡4人。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绝大多数病例都是境外输入的，而香港的早期的确诊病例呢，也都是从大陆输入的。后来的感染者绝大多数又都是防暴警察和亲共人士。日韩和港台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别，关键的因素还是对中共的态度。韩国从1992年与中共建交了，从那之后就在不断加强双方的经贸关系。上一届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曾经受邀到天安门去观看中共的一个阅兵，而本届这个文在寅政府呢，他执政以后同样是不断的与中共靠近，加大双边投资。日本政府虽然和中国的关系并不亲近，虽然现在双方互邀领导人互访，但是也难以掩盖这个面和心不和的事实。虽然日本政府不喜欢中共，但是日本的有很多大公司是在中国投资，为中共源源不断在输血。日本跟中共结成了256对友好绅士关系。那这次被疫情冲击严重的地区，其中就包括北海道、东京、爱知县还有高知县等等。我们再看香港和台湾，虽然与中国大陆的这个经贸关系异常紧密，但是港台民众没有被利益蒙蔽心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去年3月开始，香港民众就开始不断的反对政府修例，几次发起游行集会。随着清醒的香港民众越来越多，6月份出现了2次超大规模的游行。6月9号有100万民众走上街头，6月16号有200万民众再次出街。香港民众这个革命抗争创下了声势最大的一个反共运动。但是中共港共呢，却对他们报以是一次比一次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残忍暴力，这就更激起了全城民众的愤怒，也越发的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从而在随后的几个月当中，反送中变成了反集权，并且还公开的喊出了天灭中共。对中共的深刻认识，发自心底的反感，使香港民众成功的避开了瘟疫。虽然和中共大陆咫尺之隔，甚至可以说已经和中国大陆在地理上连成一体了，但是病毒呢，并没有找上香港的民众。倒是那些蒙头为中共卖命、残暴无度镇压和平反抗争的这个民众呢，那些防暴警察们却是成批的被感染。香港人被中共打压，台湾民众看在了眼里，却是惊在心里。台湾民众再也不会相信中共了，更不会接受骗人的一国两制。他们生怕被一统之后，也会像今天的香港人一样，出门必须戴上口罩，因为不知道哪里有催泪烟。手里必须带着自制的盾牌，因为警棍在上下飞舞。即使是结伴出行，也有可能集体失踪。情侣出行可能被一起抓走。太多的恐惧让台湾民众也发起了反共反红媒的运动。远离中共，拒绝中共，几乎成了台湾民众的一个共识。后来台湾人用选票很形象的就说明了这一点。深深的恐惧让台湾朝野不敢相信中共，不敢相信某某组织。他们提早准备，提早设防，成功挡住了中共病毒的入侵。虽然地理位置上与中共大陆很近，但是台湾没有封城，人民也没有被禁足，经济没有出现暂停。台湾的防疫成功现在是世界有目共睹。而香港和台湾在这种瘟疫当中的这个表现，也在向人们展示着防疫的一个秘诀：拒绝中共，这是最有效的疫苗，完全可以抵御中共病毒。在今年的1月22号呢，也就是武汉封城的前一天了，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次提到了保命妙招，很多网友已经看过了，那建议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在文字稿当中我们也把这一期的视频网址放了进去，大家可以去看看。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就更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一一列举。中国人总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节骨眼，您真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当然了，如果您实在不信，就当我是在讲故事。这里呢，再说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当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流传千古的话，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喊出打倒共产党，这就等于是顺天而行，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病毒有眼睛。
它会很好的区分与中国的关系。凡是亲共的，不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城市，也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组织，或者是哪个人，都一样会被病毒找上门，只是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天灭中共的时候。今年3月，西班牙第3大党 VOS 党这个党魁阿巴斯卡，还有第2把手秘书长史密斯等等，这3位政要都是先后感染了中共病毒。但是呢，他们在谴责了中共之后，这3个人的症状都消失了。那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再举一个例子，今年2月，丹麦的康尼布里克斯这位女士呢，在西班牙旅游期间感染了中共病毒，到了3月份，疫情加重了。可是，在康尼得知这个疫情真相之后，他非常气愤，就开始痛斥中共隐匿疫情，危害世界。就这么一个举动，2天之后，康尼康复了。那您说这不是奇迹吗？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发生在中国大陆。有的人染病之后呢，也是痛骂中共隐匿疫情等等这样的罪恶，然后就出现了奇迹，康复了。可是随后这个人他又相信了中共的洗脑宣传，认为呢这个是中共给他治好了，甚至还对中共是感恩戴德。结果病毒又回来了，他又复发了。所以这些事例都在表明，对中共的态度和认知就直接影响着对中共病毒的免疫力。我们换句话说，这个病毒它就像一杆无形的秤一样，可以称出是谁在亲共，包括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城市，看看是谁在亲共。我们呢只是真心的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中受益，免遭瘟疫之苦，来躲过这一场劫难。那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再会。